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怎样走出无意义感和抑郁状态。在上期视频里，我们重点讲述了一种意义感全面动摇的状态，我把它称之为一种哲学式的抑郁。一般的抑郁往往是由特定的外在事件或者情境引发的，比如失业、失恋、关系破裂、疾病、巨大的工作压力或者其他的打击。当事人的情绪低落往往有比较具体的事件，尽管这种情绪低落也会蔓延到其他领域，但起点却是相对明确的，只要这个情景或者事件得到了改善，抑郁就能得到比较大的改善和缓解。当事人未必会对所有生活的意义产生一种理性的怀疑，但我们所说的这种哲学式的抑郁，它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由于生活变差或者受到打击了，相反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恰恰是因为当事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，也就是摆脱了旧的束缚和压力后，当事人感到自己终于可以脱离原有的价值体系，这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真空，引发对深层的生命意义的怀疑。当然，现实中的人总是复杂的，在具体的人身上，这两种抑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。许多人的抑郁是既包含了具体的负面事件引发的抑郁，也包含了这种哲学式的抑郁，但后者的抑郁有一个核心的特点，就是它不太容易通过解决某个特定的生活问题来缓解，并且这种忧郁伴随着大量的自省和高度发达的理性思考，呈现出对一切日常事物的怀疑和批判性。比如，我认识一位某地方政府的公务员，他年轻时就擅长写作，曾经是单位有名的笔杆子，但他也一直感到这种写作非常无聊，他渴望能做一个自由的作家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用自己的思想来启发读者。可是当他真的辞职，开始有大量的闲暇去阅读和思考时，他发现自己竟然什么都写不出来了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写作根本不是自己原先想象的那样轻松，而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。他原以为自己只要辞职，被体制所压抑的创造力就会立马释放出来，可是他发现当他自由后，他其实什么都不想写。他意识到自己在原先那种虚假的写作中压抑了太多的痛苦，这些涌现出来的情绪吞没了他，让他承受不起。原先的写作总是在一个固定的身份和框架下的，是为了扮演笔杆子的角色，如今这些框架全部撤除后，他不得不暴露在纯粹的自我面前，没有人告诉他什么重要，什么有意义，他必须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去生产意义感。然而，当他尝试打开自己的内心深处，发现的都是未被意识整合的情绪。这些情绪就如同冰层解冻融化后的河水一下涌了出来。于是，一切旧的信念和教条都失去了那种必然性，剩下的就是纯粹的虚无。当事人似乎陷入了什么都不想做的一种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，这就像是蜕皮的动物在蜕皮时最脆弱的，它摆脱了旧的壳，但却没有新的壳来保护自己。这其实也是哲学式抑郁的常见现象，就是当事人感到自己似乎变得更加无能和迷茫了。比如我们上期视频讲到的那位女士，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束缚自己的环境，来到了一个更自由的国家，并且有更多的闲暇去阅读和思考。于是她开始大胆地怀疑和否定先前一切压制自己的东西，比如传统的婚姻观念、原生家庭的创伤、中国教育的误导和欺骗、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等等。她强烈地渴望看清自己生存的历程。这些反思当然都是很深刻的，然而却也让她陷入孤独、痛苦和愤怒之中。当她把父权制、民族主义和威权的文化都解构后，她感到的却是更深的苦恼和分裂。她不知道怎样与这种情绪所和解。实际上，她的这种体验就非常类似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到的苦恼意识，或者说不幸的意识。黑格尔认为，苦恼意识是精神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，就是对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一种统一。那么这种苦恼意识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说，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是正常发展的，那么在某一个阶段，他会渴望获得更多真相，会尝试解构和怀疑自己习以为常的观念，而当他怀疑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他就会有不幸的意识。这种不幸不是一种对某个具体事件的情绪，而是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的情感。精神现象学里这样说道。
这个苦恼的自身分裂为二的意识，因为它的本质的这种矛盾是包含在一个意识里，于是在一个意识里必定永远也有另外一个意识，所以当每一方面自以为获得了胜利，达到了安静的统一时，那么它就立刻从统一体中被驱逐出来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不幸的意识里存在这样一种矛盾，一个是彼岸的、理想的、超越性的自我意识，另一个则是具体的、个别的、有限的自我意识。这两者缺一不可。我之所以感到不幸，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有限的、生活在偶然和不完美之中的个体，更是因为我内心里存有一个超越性的自我。这个自我是一个无限的、纯粹的思考者。当我在批判现实的丑恶和低劣，用平等、自由的理念去审视我现实中的不平等、不自由时，我本身就站在一个超越性的视角。如果我完全沉浸在现实的视角，那么我就只能闭嘴，和现实妥协了。我会用存在即合理、知足常乐这样的话来劝自己放下。然而，正是因为我内心里有一个理想的标准，我知道按照理念和逻辑，事情本应该如此，却没有如此时，我才感到痛苦和不幸。我们经常看到，很多人虽然生活在痛苦之中，然而他们已经麻木了。他们虽然会说生活很苦，但这不等于有不幸的意识。他们可能会认为，只要再多挣点钱就好了，只要生了孩子就好了，等等。这就说明了，现实的痛苦并不必然导致人产生这种不幸的意识，关键是还得有一种超越性的眼光。然而在这个阶段，这种超越性的自我仅仅是主观的一种思考，个体的理念越是理性、圆满、深刻，就越是衬托出个体的现实生活和过往的历史充满了偶然性，于是主观和客观、此岸和彼岸两方始终无法和解。当事人生活在对现实和自身的有限性的憎恶之中，包括过去的自己的那些盲从、无知、琐碎、软弱或者动物性的时刻等等，这些历史似乎是当事人无法否认的，于是当事人把他们视为敌人，并且不得不通过穷思竭虑来对抗这些敌人，结果反而使得当事人更加愤怒。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，既然这个敌人是在他被打倒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，并且由于这个敌人是意识自身确立并固定下来的，所以意识不为不能驱除敌人，反而老是和敌人纠缠在一起，并且看见自己不断地为敌人所玷污。这是一种深刻的分裂，个体的思维越是敏锐、深刻，在现实生活中反而进一步陷入无能和收缩，并且这种分裂的感觉通常是很难被周围的人所理解的。没有经历过这种怀疑之路的人，要么将其视为不可理喻的，要么就是仅仅觉得当事人就是单纯的抑郁了、生病了，不能明白这种抑郁的深刻之处。值得一说的是，苦恼意识不仅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同时也是黑格尔本人在青年时期的一段真实的体验。1797年，27岁的黑格尔搬家到了法兰克福，在那里，黑格尔越发感到矛盾和对立的无处不在，于是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，陷入了一种疑病和自我崩溃的状态。后来他回忆那段人生时这样说道：这种疑病状态，我遭受了好几年，以致精神上几乎陷于瘫痪。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转折点，这是他的本质上的一个昏暗的收缩点，他要通过这一关才能达到安全境地，从而确信他自己。那么一个人如何才能通过这一关呢？我们说，要走出这种分裂的关键，既不是放下思考，也不是仅仅从应然的角度去批判现实，否则客观世界对人而言仍然是一己的，个体依旧会觉得不幸。和解的关键在于，个体需要意识到，那些超越性的理念不仅仅是主观的，而且已经蕴含在客观现实之中，并且是客观现实自然发展的结果。比如说，一位女士可能用被动的方式叙述自己的人生，她感到自己受到了各种错误的意识形态的欺骗，进入了错误的婚姻，糟糕的职场环境，而她现在终于无比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切，她用这些事件作为她人生的主轴线。这些当然是客观和真实的，然而并不是全部的真相。因为如果我只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，是被生活的洪流和命运的偶然性所推动着的，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被那些错误的意识形态同化呢？是哪些事件导致了我没有被同化，而且直到现在还能保持清醒的意识呢？
我们要知道，每个人生命的经验存在着成千上万个片段，充满着多重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通过叙述，按照一定的次序被叙述和言说后，进入了人们的意识。此时它们就不只是被动存在的讯息，而为我们诠释经验提供了新的架构，也会决定我们对自己、对他人的看法。当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寻找，去扩大我们的视野，就能够发现一些不同于主流叙事的支线事件和剧情，而这些事件中往往蕴含着我们自身未被觉察到的力量、资源、韧性和勇气。比如我们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位想要写作的男士，他虽然在早年非常认同他的工作，对体制也没什么怀疑，然而即使在当时，他也会时不时出现拖延、抗拒和遗忘，这些东西在当时来看是完全难以理解的，也是病态和糟糕的，并且一点点破坏了他的工作能力。然而如今来看，却指引他走上了一条更加真实的人生道路，即使他那个时候没有阅读过什么否定体制的观点和思想。再比如那位女士，她在糟糕的婚姻和孤独的状态里没有放弃自己，仍然努力做各种尝试，想办法离开中国，摆脱这一切。当时的她未必对这些有清楚的认识，甚至周围人都觉得她的生活状态很好，然而她就是觉得不对劲，凭着一种直觉和内心的启示，她克服了很多阻力。只是后来她才反思到，自己离开那个糟糕的环境是多么合理。然而这种理性的认知是滞后于直觉的。再比如一个相当压抑的高中生，本来成绩很好，却偶然地迷恋上了一种爱好，这虽然导致了他的成绩变得更差了，并且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成瘾了，然而却让他在日后的人生中开启了新的社交起点和职业道路。这说明，即使在过去，在那些不由自主的、被误导、被蒙蔽和被束缚的那段时间里，个体的内心里也依然存在一个超越性的自我，他在不断地引领着自己。只是这个超越性的自我并不一定是通过启示、暗示和直觉的方式，它还可能以一种无意识的抗拒，一些看似是自毁的行动，甚至是某些有点病态的、成瘾的东西来呈现自身。正如温尼科特所认为的，当个体罹患某些生理或心理疾病时，那些症状可能就是真我在表达自己，因为这是自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被环境给淹没，而是用一种创意的方式单独存在，不会再被谁所取代和忽略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些症状都起到了保全个体真实自我的功能，使其没有被社会和道德的权威完全统一。这些症状以前都被当事人认为是异己的、错误的，而现在当事人终于认出来，它其实是超越性的自我。当个体发现，不论自己主观上是否觉醒，自己的一切体验、意愿和行动都与普遍性和超越性的自我是同时在场的，人也就把自己给拯救起来了。在那些有限的瞬间背后，一直都蕴含着一个无限的自我。此时，当事人终于不再把外在的现实，包括世界、他人、环境、偶然性完全视为自己的对立物，而是理解到，这一切原来正是自我意识的展开形式。于是，人不再逃避现实，也不是仅仅反抗现实，而是终于意识到，现实正是理念在时间中的展开过程，而我就是那个理念的承载者。于是，个体也就有了一种绝对的信心，就是自己永远都不会真正迷路，永远不会真正迷失自己。他确信一切实在不是别的，正就是他自己。他会获得深层的自我与世界的整合感，即使他遇到挫折和失败，他也会感到这一切在更高维度的世界中有其价值，因而不会再陷入彻底的虚无和怀疑。他会感到自己做一切事情，内心里涌现的一切感受都有意义。此时，人也就重新返回了世界，这体现在他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外部行为上。他会开始重新关心他人，关心社会。关于这个话题，可聊的还有很多，以后我们再慢慢讨论吧。最后再说一下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，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。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、某段话、某个视频、某种社会现象，或者你的日记，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，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。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、困惑和情感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对隐私性、安全性、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，
也请及时告诉我。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，也请联系我，我会提供其他方式。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